成都剩女已经突破1000万了，其中有50万都是35岁以上的优质大龄剩女那大部分的女生大概率又要孤独终老了，因为她们都符合以下几个特点非成都本地人，收入能够养活自己，但是买不起房子，眼界很开阔，接触过不少的优质成功男士，但是最后都没有谈成，生活品质也相对较高，婚姻宁缺毋滥，这类女性注定很难找到另一半的，因为她们这个中年优秀的男士不可能去找一个35岁的女人的，你说对不对嘛？如果家庭条件好的男生父母更不可能允许他去找一个已经过了生育最佳年龄的女人了，不好传宗接代的。虽然说这部分女生一直秉承到我宁可高质量的单身，也不要低质量婚姻这种态度，但是婚恋市场上面它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的。姐妹们，我是红娘凤姐今天又听闻一事儿，气得我差点背过气去。有个姑娘去相亲，一开口就提了8大条件，把那媒婆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只嚷嚷能满足3条就已经是高富帅了。这都啥跟啥呀？咱大龄剩女找个合适的对象咋就这么费劲呢？今儿个我就给姐妹们唠唠这相亲路上那些让人哭笑不得又心酸无奈的事儿，保准你们感同身受，在找对象这事儿上也能多几分清醒。先讲讲咱的小妍，这姑娘35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当业务主管，那外语说得溜得很，跟老外谈生意就跟唠家常似的，订单签得手软。人长得高挑苗条，一头大波浪卷发，打扮得时尚又精致，走在街上回头率超高。可这感情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家里老人急得直跺脚，成天在他耳边念叨，闺女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挑了，赶紧找个伴儿，老了也好有个照应。这不，经我手给他介绍了个叫大伟的小伙子。大伟37岁，在一家国企当技术员，工作稳定，技术过硬，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为人踏实靠谱。两人约在一家温馨的咖啡馆见面。小妍那天特意穿了件简约的白色西装套装，搭配一双红色高跟鞋，化了个精致的妆，挎着个名牌包包，整个人看上去干练又有气质。她早早到了咖啡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眼睛时不时瞟向门口，心里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既期待又紧张。没一会儿，大伟来了，穿着国企的工装，头发有点乱，脸上带着憨憨的笑，一进门就瞅见小妍，3步并作2步走过来。小妍吧，你好，我是大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小妍站起身，笑着回应，没等多久，你快坐。刚一落座，气氛有点僵，大伟挠挠头，率先打破僵局。小妍，听凤姐说你在外贸公司干得风生水起，那肯定特厉害，天天跟外国人打交道，外语得说得贼溜吧？小妍顺着话头就聊开了，还行吧，就是压力不小，不过也挺有成就感的。你搞技术的，肯定也经常加班解决难题吧？这一聊，两人发现彼此工作都有各自的辛苦，话匣子慢慢就打开了，气氛也融洽了些。可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敏感的物质条件和个人要求上。小妍心里琢磨着，自己这些年在外打拼，虽说没吃太多苦，但也希望以后的生活能有个安稳的保障。于是她清了清嗓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大伟，你看咱俩要是真奔着结婚去，我想着男方得有房有车，房子最好是在市中心，面积别太小，得有个100来平吧，这样以后有了孩子住着也宽敞。车呢，起码得是个20来万的合资车，质量有保障。还有工作的稳定，年收入怎么也得30万以上吧，毕竟以后过日子处处都得花钱，没个底儿可不行。大伟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差点把嘴里的咖啡喷出来。啥？你这要求可不低我虽然工作稳定，可这些年攒的钱一部分给家里了，一部分准备自己进修用，哪能一下子都达到再说了，市中心的房子那得多贵我这工资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小妍顿了顿，接着说，这还不算完呢，身高的180以上吧，我从小就喜欢高个子男生，看着有安全感。学历也不能低，怎么也得是个本科，得有共同话题，能聊得来。还有得会做饭，我工作忙，以后要是能回家吃上热乎饭，那就太幸福了。对了，男方家里的父母也得通情达理，不然以后婆媳关系难处，我可招架不住。
大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苦笑着说：“小严，你这条件我怕是一条都满足不了啊。我身高就175，这天生的我也没办法。学历是本科，可工作忙，哪有时间天天研究那些高深学问，跟你谈天说地啊？做饭嘛，我会做个简单的家常菜，要达到大厨水平，我可没那本事。至于房子、车子、收入，我短期内真的很难达到你的要求。”小严一听，心里有点委屈，撅着嘴说：“我又不是图你的钱，可这是生活的基础啊，总不能结了婚还租房子住，天天为钱发愁吧？而且我这些要求也不算过分吧，我自己条件也不差啊。”大伟也急了，脸涨得通红：“那你找别人去吧，我可没这本事。”说完，气呼呼的起身，头也不回的走了。小严坐在那儿，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心想：我这要求过分吗？她跟闺蜜打电话哭诉，你说她咋这样啊？我不就提了个基本要求，至于发这么大火吗？闺蜜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声：“哎，这事儿啊，难办，你的要求是有点高，得考虑考虑现实。”再说说雨薇，她36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那脑袋里的创意就跟烟花似的，噼里啪啦不断，设计出来的广告作品经常在业内获奖，客户都抢着跟他合作。人长得高挑时尚，一头利落的短发，打扮的个性又前卫，走在街上那气场2.8米都不止，可这感情啊，就像跟他捉迷藏似的，怎么找都找不着。家里催得急，相亲自然成了家常便饭。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叫阿强的男士，阿强38岁，在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工作踏实负责，把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手下的工人都服他。两人约在一家西餐厅见面。雨薇那天穿了件酷炫的黑色皮裙，搭配红色高跟鞋，外搭一件个性的牛仔外套，画着艳丽的欧美妆，整个人气场十足。她早早到了西餐厅，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眼睛时不时瞟向门口，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心里紧张的像第一次上台表演似的。不一会儿，阿强来了，穿着工厂的工作服，头发有点油，脸上带着疲惫，但仍挤出笑容。雨薇吧，你好，我是阿强，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雨薇站起身，笑着回应：没事，你快坐。刚一落座，阿强搓搓手，先开了口：雨薇，听介绍人说你在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那肯定特厉害，天天想出那么多新奇的点子，脑子得转得多快啊。雨薇就这话题聊起工作里的趣事，像为了一个大品牌的广告想出的超震撼的创意概念，客户满意的直拍大腿。阿强听得津津有味，两人的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气氛也轻松了些。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未来生活，雨薇心想，自己年龄大了，找对象更看重心灵相通，能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于是她笑着说：阿强，我呢，经济上还算宽裕，找另一半也不图啥物质，就希望能有个懂我的人，陪我看看电影，旅旅游，偶尔也能一起宅在家里，做做饭，看看书。不过我这人有点小洁癖，家里得时刻保持干净整洁，希望男方也能爱干净，别邋遢。还有啊，我喜欢宠物，以后家里得养只狗，男方得能接受，不能嫌弃。阿强一听，眉头皱成了个川字，犹豫地说：雨薇啊，你这要求是挺好，可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到处玩，不安分守己。我想着女人还是得早点结婚生子，稳定下来。你看你这工作经常加班熬夜，对身体也不好，以后怎么照顾家庭啊？而且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宠物，那玩意儿掉毛还得伺候它，麻烦得很。家里干净整洁我能理解，可我工作忙，有时候累了，可能就顾不上那么多细节了。雨薇一听，心里的火蹭的就上来了，打断他说：我有自己的追求，怎么就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了？年龄大怎么了？我又不是不能生孩子，你这观念也太老套了吧。再说了，我又没要求你什么，你却这么多顾虑，还怕别人说闲话，你活得累不累啊？阿强也有点急了，反正我觉得咱俩想法不太合拍，还是算了吧。说完，气呼呼的起身走了。雨薇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琢磨，难道我想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有错吗？
她跟闺蜜倾诉，你说她咋就不明白我呢？我都这么坦诚了，她还揪着我年龄不放，还怕别人说闲话，真没出息。闺蜜在电话那头安慰道，别理她，这种人跟不上时代，咱找个懂你的。最后讲讲佳琪，她35岁，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当校长，把培训机构经营得风生水起，学生越来越多，口碑也越来越好。人长得圆乎乎的，一脸福相，性格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可这感情上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蔫的。家人为她的婚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托人相亲。这次相亲对象是叫刘辉的男士。刘辉37岁，在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口才那叫一个好，给客户推荐理财产品，头头是道，业绩也不错。两人约在一个公园见面。佳琪那天穿了件粉色的针织连衣裙，搭配一双白色帆布鞋，头发扎成马尾，化了个清新的妆，看着甜美又可爱。她早早到了公园，找了个长椅坐下，眼睛时不时瞟向日前，心里紧张的要命。没一会儿，刘辉来了，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面带微笑。佳琪，你好，我是刘辉，让你久等了。佳琪站起身，笑着回应，没有，我也刚到，你快坐。刚一落座，刘辉先开口，佳琪，听介绍人说你在教育培训机构当校长，那肯定特操心，每天得管好多事儿吧。佳琪顺着话头聊起工作里的艰辛，像为了招聘到好老师，四处奔波面试，还有处理学生家长的各种问题。刘辉听得频频点头，两人的话匣子慢慢打开了，气氛也融洽了些。可谈到年龄和婚姻观念时，矛盾就来了。佳琪红着脸小声说，刘辉，我有房有车，经济上还算可以，找对象就想找个能相互陪伴，一起度过余生的人。我平时喜欢养养花，看看书，过点悠闲的日子，偶尔也会和朋友聚聚。我希望男方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不是那种整天只知道工作的人。还有啊，逢年过节得能陪我回娘家，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我不想让他们孤单。刘辉一听，脸色立马变了，有点不屑地说，佳琪，你这条件是不错，可你也得认清现实啊，你年龄这么大了，还想着悠闲过日子，不得赶紧找个人嫁了，相夫教子。我看你还是别挑了，差不多就行了。而且说实在的，我要是找个年轻点的，说不定生活更有激情，你懂吧？逢年过节，我自己家事儿还多呢，哪能都陪你回娘家？佳琪一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委屈地说，我又不是挑，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年龄大怎么了？我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啊。刘辉却不领情，站起身说，我看咱俩这事儿够呛，你再找找别人吧。说完就走了。佳琪坐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心想，我到底哪儿错了？她跟闺蜜哭诉，你说她怎么这么狠心？我只是想要个安稳的未来，有错吗？闺蜜在电话那头叹气，哎，这都什么事儿啊？别急，慢慢遇。姐妹们，你们看看，咱大龄剩女怎么就这么难呢？咱提些要求，也不是贪得无厌，就是想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多一份保障，找个能合拍、能懂咱的人。可男方也有男方的难处，觉得咱要求高。这事儿真得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商量，互相理解，不然这好好的姻缘，就因为这些条件给搅黄了，多可惜啊！咱还得在这相亲路上继续摸索，找到那个既能懂咱的苦，又能和咱一起面对生活的人，一起奔向幸福的小日子。